据印度斯坦时报报道，为应对印度于拉达克机场部署新式阵风战斗机的行动，歼20战机有异动，将部署至西藏和田和新疆喀什的空军基地。此前，印度高调宣布向拉达克前线的机场部署阵风战斗机的行动。展示的照片显示，阵风战斗机携带了米卡空对空导弹。至此，双方军长级会谈僵持的阶段，印度军队此举显然会被视为挑衅，所以中国军队向高原增派先进战机也是理所应当。由于印度向法国采购的阵风战机目前全部部署在印度北部的安巴拉空军基地，距离拉达克的中印边境仅约500公里，而阵风战斗机的作战半径超过了1100公里。印度空军于3月试射了增程型模块化弹药 HAMM-1R 铁锤，据称可以攻击100公里外的地面目标。除此之外，印度还在采购射程达500公里的风暴阴影防区外巡航导弹，可以威胁中国境内的纵深目标。这是印度首次获得如此远距离的精确打击能力。很明显，这改变了中国和巴基斯坦的防空态势。为此，中国军队迅速调集红旗9等先进地空导弹，强化边境的防空能力。而如今，中国又将最先进的歼20战斗机调往西藏和新疆，显示出中国的强硬态度。另外，印度斯坦时报报道，巴基斯坦为了以防万一，也将 GF-17枭龙战斗机转移至接近印巴边境的重要前进基地，用于应对阵风可能带来的威胁。印度空军司令巴达里亚表示，第5批阵风战斗机已于22号从法国波尔多梅尼亚克空军基地出发回国。这样一来，印度本土的阵风战斗机总数增至18架，足以让第1个中队达到满编，而第2个中队的阵风则预计部署于印度东部的哈希马拉，直面中国藏南地区对面的部队。很明显，印度计划将36架阵风战斗机分2半部署于东西两线，应对2处的中国空军。但明显，这点飞机对印度所谓的2线开战的计划而言，实在是捉襟见肘。印度空军高层蔑视歼20战斗机与阵风相同，只是一种压式布局的4.5代战斗机，而有印度网友感叹，印度空军这种想法只是自欺欺人罢了。美国洛特希德公司早就给歼20做了基础的模型测试，认为其隐身性能绝对是当今数1数2的。所以，无论阵风战斗机气动多么出色，雷达多么优良，导弹多么先进，在发现距离上它已经处在劣势，纯粹输在了起跑线上。而印度空军却掩耳盗铃的不愿意承认这一点。印度空军有此心态其实由来已久，自从在中印战争中输给中国后，印度一直卯足了劲儿想要超越中国。在中苏对抗期间，印度空军确实有很长一段时间领先中国，因为中国无法从苏联获得战机。而印度作为苏联在南亚的重要盟友，获得了大量先进的苏制战机，包括米格21、米格23、米格25等等。那时狂妄的印度空军利用中国西部空防薄弱的特点，经常使用米格25高速侵入中国境内进行侦察活动。多年后，印度仍然沉浸在那样的时代，想要在空军力量上压倒中国。为此，印度引进了200余架苏30 MKI， 想要压倒中国的100架苏30 MKK。但随着中国航空研发能力的大爆发，歼10、歼16，直到歼20的出现，成了压倒印度的最后一根稻草。还是一位印度航空专家说的对，赶紧买苏57吧，否则就被彻底甩开了。不久前，新西兰外长马胡塔就在新西兰中国关系促进委员会上批评五眼联盟的反华政治立场让新西兰感到不安。新西兰并不愿意在与中国打交道时被其他因素所左右。马胡塔已返回，引起很大讨论。新西兰的邻居同为五眼联盟的澳大利亚官员甚至怒骂新西兰不愿意持反华立场的做法是严重的背叛行为。但不少新西兰人却直言，新西兰并不想过多的参与妖魔化、侮辱和攻击中国的行动，因为这只会损害新西兰的利益，对自己没有好处。在美国主导的西方体系中，反华已经成为西方国家心照不宣的团结手段，而这其中尤其是以五眼联盟为甚。每次当美国人吹响号角，五眼联盟中的加拿大、澳大利亚与英国总是冲在最前面，充当美国人的马前卒。然而，同为五眼联盟的新西兰却显得格外不合群。新西兰的宗旨就是偶尔喊喊口号可以，但真让我冲上前去反华，对不起，中国是新西兰重要的合作伙伴。那么，新西兰为何不愿跟随其他4眼反华呢？首先，最主要的因素那就是经济因素了。
中国是新西兰重要的贸易伙伴，在资源出口、旅游、教育等方面，中国为新西兰创造了大量收入。而且在澳大利亚选择与中国闹掰后，新西兰还能趁机捡到大便宜，获得很多订单。这个时候让新西兰放弃到嘴的肥肉去反华，显然是不明智的选择。新西兰人很明确，别妨碍我们和中国做生意。而在政治上，新西兰与其他4眼同样有区别。美国需要维持全球霸权，加拿大地理位置决定他们只能跟着美国走。英国恢复往日影响力需要借打压中国宣传自己。澳大利亚也对介入亚太局势成为地区一霸感兴趣。相比之下，新西兰体量决定其只能选择偏安一隅。既然在国际战略上无欲无求，那么也就不是那么热衷于跟随其他西方国家建立全球话语权体系。此外，在澳大利亚，其原住民比例大约在3%左右。新西兰国内原住民比例达到15%，并且原住民不像在澳大利亚那样被排挤。不少原住民进入政府机构，成为重要的政治力量，有一定的决策权利。像此次发生的新西兰外长马胡塔便是新西兰的原住民。原住民更加不会去维护西方体系，因此他们的选择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新西兰对华政策。新西兰的不配合又是否意味着五眼联盟破裂？新西兰外长说得很清楚，五眼联盟是情报共享组织，并非政治联合体，这也是其定性。当然，要说五眼联盟破裂还为时尚早，只要美国依旧掌控全球霸权，五眼联盟还会很坚挺。不过，从新西兰表现来看，我们应该明白，西方集团也并非铁板一块，我们还是可以找到他们的弱点，进行各个击破。众所周知，美国一直将中国和俄罗斯视为其霸权地位的主要威胁，但其实有军事专家指出，这只不过是美国政府为了拉拢盟友来共同维护其霸权地位的惯用手段，通过塑造一个强大的假想敌，让盟友们感受到威胁，从而与美国结盟，来共同抵御所谓的潜在危险。因此，近段时间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及其西方盟友们频频对俄施压，形成围堵之势。首先是美国率先发难，宣布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的全面制裁，包括了从6月14日起禁止美国金融机构直接购买俄罗斯政府债券，同时还制裁了俄罗斯32个相关实体与个人，以及驱逐10名俄罗斯驻美外交官。然后捷克、波兰、乌克兰也紧随美国步伐，相继宣布驱逐俄罗斯外交官。一时间，俄罗斯与西方国家掀起了外交大战，局势骤然紧张了起来。除此之外，欧盟也对俄罗斯发出警告，称其在乌克兰边境至少部署了10万大军，这严重威胁到了地区安全，有可能会让俄乌局势进一步升级，甚至爆发战争。因此，欧盟对此表示担忧，提醒俄罗斯要保持理智。同时，英法也对俄出招了。英国不仅宣布针对敌对国家的新法案，其中就包括中俄，而且还决定5月份派军舰进入黑海。法国则是通过对乌克兰出售阵风战斗机，来支持乌克兰捍卫主权和领土完整，间接与俄罗斯进行对抗。最后还有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土耳其也加入了对抗俄罗斯的阵营。据俄媒消息称，土耳其的无人机已经出现在顿巴斯上空，并且土耳其当局还公开表示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并指责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的行为是不可接受的。对于西方国家的围堵，俄罗斯并没有选择坐以待毙，而是发起猛烈反击。在外交上，俄罗斯选择以驱逐外交官的方式予以反击；在军事上，则是通过调集大量部队，密集地开展军事演习来威慑这些西方国家。虽然俄罗斯的反击看起来酣畅淋漓，但实际上俄罗斯已经陷入困境，因为在顿巴斯，俄罗斯真正的敌人是美国和北约，但是他们还没有真正的上场，俄罗斯就几乎已经是全军戒备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美国和北约已经达到了通过乌克兰来消耗俄罗斯的目的，所以怎么看都是俄罗斯吃亏。但是在这关键时刻，中方表态了。4月26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在西方对俄罗斯实施更加严厉制裁的背景下，中国政府将计划向俄罗斯提供更多的支持。毫无疑问，中方这一表态是给俄罗斯吃了一颗定心丸，估计这也让普京松了一口气。毕竟双拳难敌四手，更何况俄罗斯还是面对多个国家的围堵。最后我们想说，美国极力拉拢盟友对抗中俄的同时，也让中俄合作更加紧密。若这2个世界大国同时行动，那么美国称霸全球的野心将不复存在。